拼装可动眼有点意思，但我说我直接换了个眼球，阁下该如何应对呢？从原本年初出货，历时1年，终于在第3季度玩到，实属感慨。依旧全身喷涂改色，效果相当华丽。大家好，我是欧奇喵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模型是由核魔线联合合成制造出品，1:10比例人形拼装模型星化百合。模型板件将近30块，拼装时间我使用了将近4个小时。模型提供了3种不同颜色的花瓣特效件，这里必须提一下原板件，因为这个香槟金是我见过最漂亮的玉涂装，没有之一。漆面相当细腻，透明橙与透明蓝的零件通透度很高，而我则是使用到了透明橙板件。当然，如果以后官方出一个透明粉，我一定会买。本次我是想还原一下百合花的感觉，于是在灰色板件部分我用白色进行了加强，除花瓣外的白色则是光泽白，而花瓣部分进行了消光处理。主要原因是因为花瓣尖的部分做出了些许渐变，除了写实，如果不喷个保护漆，掉漆了就很难补救了。而且在百合花炮的形态下，样式非常像真实的花朵，于是我又想试一下写实风格，老辈子应该会喜欢。本身武器和部分外甲的沙黄色改成了香槟金，黑色部分被我改成了银色。我本来想改成白色，但是每次的白金配色好像有些腻了，而在金属色中，银色就是白色，并且在花瓣位置也能像实色一样做出红色渐变的感觉。怎么说呢？老辈子有不理解喽。拼装完成后可以得到3种形态的替换头和2种形态的胸部替换件，一堆手型替换件，新花系统的骨架、花瓣、盾牌、长矛和长炮。在接下来的介绍中会给大家逐步讲解玩法和模型的巧妙设计。这次模型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很长，主体因为1:10的比例，所以高度来到了将近22厘米，和普遍1:12的比例模型非常难搭，自成一派。新花长炮的长度有38厘米，长枪的长度也来到了42厘米。头型有机械头、人类头和爆发头，并且3个头都设计了磁吸安装，在替换时也是相当方便。机械头的额头圆环非常瞩目，由上到下我做了渐变，两侧的花瓣也是，而人类头较为简朴，头发上没有任何装饰。爆发头则是在机械头的基础上，对面颊和头发部分用特效件进行装饰。红色特效件的表面使用到了镭射工艺，有一个相当绚丽的涂层，质感很漂亮。相信大家也发现模型的3对眼睛其实造型也有各不相同，我将原本属于人类形态的粉红眼睛给到了机械形态，而人类形态的眼睛进行了替换，效果我个人觉得不错，其实也解锁了这个模型的更多玩法。说到颜色，按理说一款模型上面除非它是赛博朋克那它的颜色不应该超过4个，而回到这个头雕本身的乳黄色非常带感，但是我做了一个违背祖训的决定飘染。这次用到了水蓝色和主体使用到了玫红色，这边也给3个头给到了不同的配色。倘若3种头型的配件你都相当喜欢，其实融合一下也不是不行。再来看一下配件，模型本次提供了8对造型手和3对武器握持手，并且都提供了手背甲，不存在替换使用的情况，手部造型大致相同，但也提供了一定的可玩性。然后就是最关键的武器系统了，其实这次武器系统可以理解成4个东西，负责近战的矛和盾，负责远程的炮，还有可以作为裙摆或者长炮装饰的一堆花瓣。先来看一下最纯粹的长矛和长炮，2款武器的造型设计趋势相同，但也充满了带有生物特性的科技感，比如长矛周边的花瓣、婉转的把手，这个有点阿瓦达。武器本身并不具备多的玩法，长炮的枪管部分有2半，可以理解为枪架的特效件，架局也不是不行啊。然后是新花系统的3块骨架，有盾牌骨架、裙摆骨架和百合花炮的骨架，配合模型提供的一堆花瓣可以展现出不同的形式。花瓣堆看起来有些兰花螳螂的意思样式并不统一，但造型对称，弧度漂亮。首先是百合花盾，花瓣和骨架间通过球形桩连接，花瓣有一定的展开结构。通过固定手型可以将盾牌安装在左手，加上长枪就可以达成近战姿态。然后是裙摆，使用到了对称的3对花瓣和花蕊，花蕊尖端使用到了透明件，质感相当漂亮。通过对模型后腰的零件进行拆卸安装，则可将裙摆搭载在主体腰后，再加上模型本身附赠的支架，就相当于模型的全装备样式了。这里可以看到裙摆和盾牌其实可以同时存在的，因为使用到的花瓣并不冲突，但如果要完成百合花炮的形态，就需要将盾牌和裙摆的花瓣拆出替换。花炮的完整形态就是这样，长度依旧惊人，整体非常饱满，既可以聚在一起成为一个花苞的形状，也可以展开一个百合花开放的状态。如果后面真的会出一个白色换色版本，我都能把这玩意儿插进花瓶里了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可动性，模型的发饰为球关节，可上下左右轻微扭动，马尾是斜切球形关节，所以能做到上下扭动和旋转。脖子抬头和低头的幅度不错，手臂平抬达到90度，手臂无阻挡的情况下可360度旋转，大臂有平转关节。
曲肘幅度将近180度，相当大。手腕部分为斜切关节，效果不用说了。模型为了美观一体性，则牺牲了腰部的设计。前俯和后仰的可动来自于胸腹部的连接，前后与左右旋转的可动一般。大腿侧踢将近90度，前踢角度非常大，将近180度。后踢有臀部阻挡的情况下也能达到90度。大腿有平转关节，屈膝角度将近180度，并且有联动效果。脚踝部分脚跟位置提供了旋转关节，但因为整体受力面积较小，所以接地性比较差。同时模型附赠了额外的零件，在不使用支架的情况下，可以让模型单独站立。本次模型的信息卡则是给到了一张镭射票样式的光闪卡片，通过不同角度变换即可切换机械形态和爆发形态的光影效果，质感相当硬实。至此本次模型的内容就分享完毕了，如果有任何问题或者建议，都欢迎大家在弹幕或者评论区提出来，一起交流探讨。非常感谢你能够看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还就3连关注，你的鼓励是我做视频的最大动力。希望每一个玩具都能成为礼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